当你梦到这3种东西，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因为它们代表着你的财运，说出来就不灵了。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多人便觉得梦都是胡思乱想，是假的，是脑神经在胡乱活动。要是这么想，你就大错特错了，这等于把老天爷为你开的一扇后门被你亲手用水泥给堵上了。我们的老祖宗充满大智慧，从《黄帝内经》到民间传承几千年，都在告诉我们，人不只是一副肉体，更是天地的产物。白天我们睁着眼睛，面对的是人世间的琐碎，这是阳在运转，是我们的意识在处理柴米油盐的日常。可到了晚上，闭上眼睛睡着后，肉身休息了，魂魄与真气却不会停下，它们暂时脱离了肉体的束缚，开始与天地沟通，接收那些白天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宇宙信号。这就是梦，梦是天机，是你的神魂在帮你窥探未来的风向，尤其是当人生走到转折点，即将发大财、走大运时，老天爷不会直接开口告诉你，不会打电话说喂，你明天要发财了，只会通过梦境呈现征兆，这份征兆就是天机。但必须严肃地提醒大家，天机不可泄露。有人早上醒来，梦里的画面还清晰真切，心里满是震撼，转头就跟家人、同事念叨，我昨晚做了个怪梦，梦见发大水了，梦见我家着火了，吓死我了。可你知道吗？这话一出，口气就泄了。这就好比一个充满了气的轮胎，你拿针一扎，呲的一声，气就全跑光了。原本正向你聚集而来的财气和运势，会在你说话的瞬间，顺着你的嘴巴消散得一干二净。等过几天，该谈成的生意黄了，该中的奖没中，该升的职泡汤了，你还以为是运气不好，是水逆，其实根本不是，是你自己的嘴把财神爷给赶走了，是你亲手把已经送到嘴边的肥肉给扔了。所以如果梦里出现接下来这3样东西，一定要烂在肚子里，绝对不要跟任何人提一个字。在运势完全兑现之前，你必须像守住性命一样守住这个秘密。这不仅是守财，更是守住你和你全家人的福报。那么为什么这3种梦不能说？这背后不是迷信，而是深刻的能量运行法则。老祖宗讲，人有5脏6腑，心、肝、脾、肺、肾各有其用。这5个脏器不只是维持身体运转的器官，还可藏着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肾藏志。白天醒着时，是意合志在主导，是我们的理智和逻辑在控制一切。可到了晚上，理智休息了，魂和魄就开始活跃起来。魂属阳，像火一样轻盈，会向上飘魄属阴，
像水一样沉静，会往下沉。当一个人身体康健，阴阳平衡，或是能量场突然变强时，魂魄就能超越时空的限制，感应到未来的事。这在现在的科学里，或许可以称之为量子纠缠、潜意识预知，而在老祖宗的认知里，这就是至高境界的天人合一。当你梦见大吉大利的景象，说明在那一刻，你身体的能量频率与宇宙中那股代表财富的能量频率产生了完美的共振。这份能量极其珍贵，也极其脆弱，就像刚出生的婴儿，需要你用心呵护，又像刚点燃的小火苗，需要你用手拢着，慢慢滋养，才能最终在现实世界里燃烧成熊熊财富之火。可一旦你把梦说破，用语言讲出来，就等于主动释放了这份正在孕育的能量。语言是心之声，心主火，你一张嘴，这股火就会把那份刚刚凝聚的气给烧散。更要命的是，当你告诉别人后，别人的念头会立刻掺杂进来，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听到你要发财，心里闪过一丝怀疑，一丝担忧，甚至一丝难以察觉的嫉妒。这股混杂的念头就像一盆冰冷的脏水，会哗的一下直接浇灭你那团珍贵的小火苗。道理讲清楚了，接下来切入正题。第一样东西，水，但不是一杯水，一桶水，而是漫天盖地的大水。很多人梦见发大水，第一反应是害怕，觉得要遭灾，要倒霉，甚至梦见自己掉进水里，被水淹没。醒来后一身冷汗，心有余悸。但请记住，千万别信那些乱七八糟的解梦书，也别听旁人瞎忽悠。在中医和易经的体系里，梦见大水是上大吉的征兆。水是至阴至柔之物，理万物而不争。在东方智慧里，水就代表着财富。更深一层，水对应着我们身体里的肾，肾藏着先天真气，是我们生命能量的根基，是承载一切财富和福报的那个底盘。你的根基有多稳，就能承载多大的财富。梦见大水，是宇宙在告诉你，它正在为你注入巨量的能量，在加固你的根基。这时最愚蠢的行为是什么？就是醒来后到处嚷嚷，散播恐惧的情绪。恐惧会直接伤害肾气，你一害怕，一宣扬，就等于主动把肾气这个阀门给打开了，能量泄得一干二净。原本是老天爷送来托举你发财的福气之水，因为你的恐惧和泄密，瞬间就变成了压垮你的灾祸之水。这根本不是意外，而是因果。所以梦见大水，不管那水多大、多急、多浑浊，哪怕是黑水、洪水，醒来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闭上嘴，深呼吸，然后把手放到后腰肾的位置，轻轻地摸一摸，心里对自己说：谢谢，我
我收到了，我的财运来了，这是老天爷在给你加持，然后照常吃饭，照常上班，把那些你正在犹豫的决定大胆地往积极的方向推一把。关键就是闭紧你的嘴巴，让这股强大的水气留在你的能量场里，滋润你的肝木，生发出源源不断的财富。第二样东西，火，和水正好相反，但它遇事的横财却比水来得更快更猛烈。如果说梦见水是成为细水长流的巨富，那梦见火就是一场一夜暴富的狂欢。特别是梦见大火烧家，身处火海，或是梦见太阳掉进了你的怀里，家里的厨房、卧室莫名其妙地燃起了熊熊大火。现在很多人或是一些不懂装懂的解梦人，一听梦见火就说是上火，预示着要起口舌之争，甚至说要破财，还搬出什么火烧功德林的说法，这完全是错误的。你若信了这些，就是亲手把已经走到你家门口的财神爷往门外推。老祖宗说，心主火，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脏的火是君火，是生命动力的源泉。所以一个阳气充足、财运旺盛的人，他的手脚永远是温热的，精神永远是饱满的。反之，那些阴气沉沉、整日愁眉苦脸、手脚冰凉的人，连钱都抓不住。为什么？因为钱在某种层面上就是一种能量，一种流动的阳气。我们常说红红火火，店铺开业要放鞭炮，就是要借火的气势。只有当你身体里的阳气像火一样旺盛燃烧时，你的能量磁场才会足够强大，才能像磁铁一样把周围的钱财、资源、贵人统统吸引过来。所以梦见大火，不管烧的是你的房子、车子，还是你自己，只要在梦里不觉得疼痛，反而是温暖和光亮，就都是大吉大利的征兆。这说明宇宙的能量正在点燃你的心火，你的运势即将迎来爆发性的增长。醒来后去晒晒太阳，让自己热起来，然后赶紧去落实你心里那个酝酿已久的宏大计划。记住，别乱说，你内心的火一旦点燃，最怕的就是旁人的冷言冷语，那些怀疑、否定、不看好的话语，就是一盆盆冷水，会瞬间浇灭你的心火，让你的运势戛然而止。第三样东西，蛇，比水更神秘，比火更直接。水和火的能量还需要你在现实中稍作运作才能兑现，而这第三样东西几乎是把金元宝直接塞到了你的手里。但这东西也最容易被误解，最容易被当成脏东西、坏兆头给赶走。一旦你理解错了，把它赶走了，可能会后悔10年甚至一辈子。这就是蛇，特别是梦见蛇钻进你的被窝，缠在你的腰上，或者张开大口咬你。我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女孩子，听到蛇这个字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但请你暂时放下这份生理上的恐惧，先听一听它背后真正的道理。在古代神话和图腾中，蛇龙的原型一直代表着最原始的生命力、智慧和财富。梦见蛇，尤其是金色的、黄色的蛇，或是那种又粗又壮的大蟒蛇，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梦，这代表你身体里的真阴最根本的生命能量正在与天地的真阳宇宙的创造性能量进行深度交感。这是一个极其隐秘、极其强大的财运征兆。这份财往往不是你朝九晚五上班赚的辛苦钱，而是意想不到的天降之财，比如突然暴涨的投资回报，一笔意想不到的巨额遗产，从没想过能中的彩票大奖，或者是老家的房子突然被划入拆迁范围的补偿款。所以梦见蛇，尤其是蛇咬你、蛇缠你，你千万别害怕，别在梦里尖叫，醒来后更不要嚷嚷，那不是伤害，那是财神爷在给你一个最亲密、最直接的拥抱。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你，巨大的财富已经注入到你的生命里了。讲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这3样东西梦见了，为什么就这么肯定，绝对不能说破？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更深的依据吗？问得好，这背后关联着宇宙最底层的运作法则。我们可以从2个层面来理解。从能量层面看，现在的量子力学和老祖宗讲的气本质上是相通的。当你做一个预示性极强的梦，其实是你的潜意识捕捉到了未来某条时间线上一个非常微弱的能量波动。这份波动就像刚被划着的那一下火柴，火星极其微小，你把它藏在心里，不去说，就是在为它创造一个闭路循环的能量场。你的心念会像一个能量罩，在潜意识里默默地呵护它，滋养它。接下来，你的行为、你的决策、你的气场都会不自觉地朝着那个发财的结果去靠拢，这就叫聚气。可一旦你把梦说出来，变成了语言，就彻底改变了性质。语言是声波，声波是能量的释放，这个过程就叫漏气。更关键的是，这会触发类似量子力学里的观察者效应。一个量子的状态在不被观察时，它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一旦被观察，它就会立刻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状态。你的吉兆之梦也是一样，当它只存在于你的心里时，它有无限的可能在未来变成现实。可你一旦说破，第一个观察者就是你自己，你把它从无限可能的气变成了确定的事。紧接着，第2个、第3个观察者听到你说话的人出现了，他们的念头，无论是嘲笑的阻力，还是极度的杀气，都会像无数把锤子，瞬间把你那个刚刚成型的运势给敲得粉碎。从承载力层面看，能量是守恒的，
你想要得到巨大的财富，就必须要有能够承载这份财富的容器，而沉默就是最好的容器。一个咋咋呼呼，有点小事就四处宣扬的人，他的容器是漏的，根本存不住水，也聚不了财。你看看身边那些真正能赚大钱、有大智慧的人，哪个不是不动声色？他们永远都是在闷声发大财。古人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的梦就是那个器，是你的天机，你得先把它藏好，然后静静等待，等到时机成熟，它自然会开花结果。当你看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深刻理解了这份来自宇宙的善意提醒。这不仅仅是关于解梦，更是关于如何与宇宙能量和谐共处，如何守护自己福报的智慧。现在我想邀请你完成一个简单而充满力量的仪式，这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创造一个强大的集体能量场。请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这句心法口诀：天机入梦，我必守口如瓶，静待花开。当你专注地打下这几个字，这并非一次简单的留言，这是一次深刻的个人仪式。你正在向你的潜意识下达一个最清晰的指令：从此刻起，我将成为自己福报的守护者。你也在向宇宙发出一个确认信号：尊贵的礼物我已收到，并且懂得如何去珍惜。想象一下，当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个拥有相同信念的人共同发出这个正念时，会形成一个多么强大的集体共振能量场。这个能量场会反过来加持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愿望更容易被宇宙听到，更容易在现实中显化。让我们一起守护好这份天机，静待生命中最美的花开。除了水、火、蛇这三大直接关联财富的梦境，宇宙的启示远不止于此。当你的生命即将迎来整体性的由内而外的巨大提升时，往往还会出现以下几种梦境，它们同样是需要你守口如瓶的天机，因为它们预示着你的人生正在换引擎，根基正在重塑。一、梦见登高或飞行，不是只坐飞机，而是指你凭借自身的力量，毫不费力地向上攀爬，比如轻松爬到高山之巅，或是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有人会问，这不就是普通的梦吗？有什么特别的？这叫不懂相法。在梦境的语言里，高度代表着你的格局、视野和所处的困境，地面则象征着纠缠你的世俗烦恼、人际关系和现实压力。当你梦见自己轻松登高或飞行，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你内在的能量已经超越了眼前的困境。那些曾经让你感到窒息的问题，在你的意识维度里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这预示着什么？预示着你即将从一段泥泞的关系、一份压抑的工作
或一种长期的精神内耗中解脱出来。现实世界中的柳暗花明即将到来，此时若四处宣扬，别人的怀疑会像无形的绳索，重新把你拽回地面。你必须沉默，用行动去配合梦境的指引，默默地完成这场生命的越狱。而梦见清晰的光或彩虹，梦里你可能身处黑暗，但突然有一道无比清晰、温暖、明亮的光照亮了你，或者你看到了完整而绚烂的彩虹。这束光代表着觉醒与智慧，它意味着你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某个难题，答案即将浮现。可能是关于人生的方向，可能是关于某个亲密关系的真相，也可能是关于你自身价值的重大发现。这个梦是你的高我或指导灵在给你开智慧，这份智慧一旦开启，现实中的财富、机遇都会随之而来，因为你看清了路。但智慧之光也最是微妙，最怕浊气污染。你若拿去与俗人分享，他们会用世俗的逻辑来评判你想多了吧，别那么天真。这些念头会像乌云一样，重新遮蔽那道刚刚照进你生命的光。你必须守护好它，让它在你的内心深处先照亮你自己。既然有吉兆之梦，自然也有警示之梦。宇宙的法则永远是平衡的，如果你频繁梦到以下场景，那就要万分警惕了。这不是天机，而是天谴的预警，是你的福报正在严重流失的信号。一、梦见牙齿脱落，头发掉光。在中医里，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牙齿和头发都代表着我们最根本的肾精和气血能量。当你梦见牙齿大把脱落，尤其是没有流血，或者头发一把把掉光，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说明你近期的生活方式可能是过度的熬夜纵欲、巨大的精神压力，或是错误的饮食习惯，正在疯狂透支你的生命蓄电池。你的福报根基正在被动摇，这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反应在梦境中的投射。再不调整，现实世界里的大病、破大财、亲人离散等事件就离你不远了。而梦见在泥泞中迷路，被追赶却跑不动，这种梦的体感极强，醒来后往往心力交瘁。迷路代表你当下的选择是错误的，正在一条消耗你却毫无结果的路上打转。泥泞代表你被小人、烂事、负面情绪等阴湿的能量缠住了，而被追赶却跑不动，则象征着你内在的恐惧已经耗尽了你的阳气，使你无力反抗外界的侵袭。频繁做这种梦的人，现实中往往已经处于鬼打墙的状态，越努力越糟糕。这说明你的能量场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漏洞，各种负能量正在肆意侵入。此时你需要做的不是更努力地往前跑，而是立刻停下来，进行一次彻底的能量大扫除，清理身边的人、
反思自己的执念，果断地从错误的关系或事业中抽身。生命是一场与宇宙的深度对话，梦境是这场对话中最私密、最真诚的篇章。愿我们都能读懂这份来自星辰大海的密语，用沉默守护好那份刚刚萌芽的运气，用智慧警惕那些悄然流失的福气，更用行动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将自己修炼成一个值得被宇宙深爱和眷顾的人。不再向外求索，而是向内扎根。当你自己变成了那片肥沃的土地，宇宙的万千福报自然会争先恐后的在你这里开花结果。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